皇上白凤入梦，快掌灯，掌灯！贞观元年，新皇李世民登基，连夜噩梦，终不能寐。他来了，快请元天师！坏了，楚地凤凰出事了。陛下，白凤入梦，乃紫微星北移，楚地朱雀，星位崩陷所致。元天师，汝乃阵眼，一阵之剑，朕命你即刻启程前往楚地，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那只凤凰。有杀气！没水了，连地底的最后一点水汽都没了。老天爷啊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你要绝了我们的种啊！可怜的凡人，你们求天，天高不知尔等苦；你们求地，地厚不闻尔等悲。为何不想想，是谁窃取了这山间的甘露？那是祖祖辈辈祭祀的神鸟石碑，老一辈都说是神鸟保佑我们云梦泽。神鸟保佑，那是怪物在吸食地底灵泉，它每吸干一处灵气，你们的孩子就要渴死一个。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！这九凤碑下镇的是楚地的命脉，是山根，谁敢动这碑，就是动楚地的根。有祖训，碑在人在，碑虽人亡。村长，你是老了，还是被这石头糊住了眼？你看看你身后的百姓，他们还有活路吗？既然神鸟护佑，为何滴水不死？既然此地祥和，为何百兽哀号？如果他真的是神，他怎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生灵化为枯骨？火雨是天法，听见火雨了，快跑啊！九凤碑裂，邪魔将出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等这碑石碎尽，这方圆百里都要化为焦炭。只有杀了碑里的妖魔，才能平息上天的愤怒。神女救命！求神女指条明路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全家都被烧死！神女救命！请神女救我！只有一个办法，开碑除魔。还在等什么？这魔物正在蓄力，再不开碑，你们全家都要给他陪葬！不能砸，不能砸呀！这碑下埋的是山根，是维系云梦中最后的灵气，毁了它，楚地就完了。村长，不好了，大地裂开了！天怒，这是天怒啊！这碑一定是邪物！打！把这块破碑打了！终于出来了，我的凤凰，我这1000年的等待。
凉飕飕的，是雨！神女大人真的显灵了，魔物一出，老天降雨了！这雨不对，是天火！天火，这是神灵之怒降下天罚呀！神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放心，大雨马上就会来了。没了山根的庇护，曾经高不可攀的神鸟，现在不过是烂泥里的山鸡。你们看，连野兽都知道，给他疗伤，万兽俯首，这绝不可能是恶鸟啊！他是山林的主人。你们懂什么？看看他一身白色羽毛，白得发冷，白得邪恶，因为每一根羽毛里都刻着王者的诅咒。你，刚才这恶鸟出世的冲击，弄塌了山体，你儿子才被石头砸断了腿。你家最后一缸救命的水结成了死冰，也是被他的妖气所害。不杀了这灾星，灾祸就永远不会停下，永远！杀恶鸟，为了活命，他必须死！杀了他！去吧，用你们的手，亲手终结这场纠缠了1000年的灾祸。不成，不看，不然连你一起剁了！冥顽不灵，畜生终究是畜生。最后的机会，杀了这恶鸟，不然灾祸一至，哪怕是我也没有办法再拯救你们。住手！楚地子民，你们的眼是被猪油蒙住了，还是被这妖火烧瞎了眼？在这荒山枯坐，步入楚地1300年，到头来竟换得这一群白眼狼的浮躁。幸福你了。哪来的野道士？这恶鸟害我们庄稼颗粒无收，家破人亡，你居然敢护着它！恶鸟？若它真是恶鸟，此刻云梦泽早已化作死玉。你们不敬真神，却去跪拜一个披着人皮、以人命为食的秃毛畜生！大名鼎鼎的大唐国师袁天罡，你竟然跑来了云梦泽！你看看这些百姓，他们的地裂了，水干了，你让他们凭什么信你的大道理？地方，你不在你的山海界中待着，倒是来我们人间为非作歹。
地方是什么？难道神女大人真的是妖怪？袁天罡，你师父没教过你，话多的人命往往都很短。你这妖道，你说他是妖，那你说为什么今年一滴雨都没有？为什么我们砸了碑，天就开始下雨了？白凤守护楚地1000载，却被你们如此对待他，那是凤凰的眼泪。那为什么这恶鸟一出，土地全裂了？你们仔细看看，这九凤碑为什么会碎？是因为你们身后这位神女日让用九幽妖火在地底灼烧山根，整整炼化3年。睁大你们的眼看清楚了，这不是干旱，这是被生生炼化的死气，它在稀释楚地的生机。被你看出来又如何？凡人的命本来就是这世间最低贱的草芥，是我进阶真凤最合适的养料。能死在我的手里，是他们的造化。既然真相大白，那你们这些蝼蚁就都去死吧！大唐气运，借我剑威，阵起！凤凰涅槃，你要燃烧最后的元神本源。想涅槃，做梦！你的蛋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！袁天罡，你保不住他的。只要吞了这颗蛋，我就能越过血脉鸿沟，成为真凤，成为真凤。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，挡我成事之路？凤凰主生，又黎民万代，你这孽畜主哉！识生灵精气，你也配谈神字？大唐镇邪司，奉天敕命，请国庆气数，斩妖除魔。
毕方，你纵火烧断楚地灵脉，致使楚地大旱，生灵遭难。今日我必收了你这妖孽，以慰亡魂。区区凡人也敢管我山海界神兽的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主动来送死！给我死！我的生活，这不可能！袁天罡，你给我等着！败军之将，还有何狠话，不妨一并说了。山海界百兽绝不会放过你！今日你折辱于我，他日待我山海界大军杀过来，必让你神魂俱灭，百倍奉还！毕方，你疯了！疯，我就是疯了！你竟要以千年修为为代价自爆神魂，拉着周遭万里生灵一同陪葬，你就不怕永世不得超生吗？永世不得超生！我今日落得这般下场，全拜你袁天罡所赐！你祸乱人间，本就罪该万死，何苦拉上无辜百姓垫背？我就算是魂飞魄散，也要拉着这万里生灵，拉着你一起给我陪葬！给我停下！凤凰蛋，那是我千年修为凝成的神火，你给我吐出来！我的修为，我的千年修
神女降世，是神女救了我们啊！神女降世，神女救世。活了，大地活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多谢神女，多谢神女，多谢神女救命之恩。大叔，我没事。楚地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。你刚完成涅槃，根基未稳，刚才强行施展大神通降雨，体内灵力几乎枯竭了。唯有找到足够的灵力滋养，你才能重新化回凤凰真身，稳固根基。怎么了？他说了什么？大叔，少司您也出问题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云梦泽出事了，少司命姐姐有危险。少司命司长云梦泽山川生息，是镇守云梦南疆的关键。他若出事，天下生灵皆要遭殃。我们得赶紧去救他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走，现在就去云梦林。大叔，这里好臭，闻着好难受。九手喷毒，剑之有大义，是上古凶魔相柳。相柳？那只九头妖蛇不是被羽皇封印了吗？怎么会？本应如此没错，可羽皇有好生之德，将其封印在山海界中。没想到如今竟破风而出，还污染了整个云梦林。少司命出事，定然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大叔，好臭！来，把这丸凝气丹服下，能隔绝毒气，护住心脉。
找死！没事，有我在。钟大爷，你怎么了？你也染上疫病了？小四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变成怪物，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钟大爷，你别慌，我帮你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没事了。找到你了，少司命大人。死神村的疫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昨天又走了3个乡亲，再这么下去，要不了半个月，咱们死神村就要变成死人村了。村长，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，能找的草药也都找了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！这疫病根本就治不好。是啊，连小四姑娘都快撑不住了，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村长，大喜呀，大喜呀！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什么大喜？村口来了一个黑衣人，是个仙师。他说他能治疫病，他能救咱们村子。真的，快，赶紧把仙师请进来，快！仙师，求仙师救救我们死神村，救救我们全村的百姓。想让我救你们村子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你们村子之所以会爆发这场疫病，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人祸？仙师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村子里藏着一个巫女，这场疫病就是她带来的。仙师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们死神村的人，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怎么可能会有巫女呢？不可能，你们都被她蒙在鼓里了。这巫女就在你们身边，你们日日见她，受她恩惠，却不知道，就是她给你们带来了这场灭顶之灾。巫女就在我们身边，是谁呀？不会吧？我们村谁会是巫？我知道，
我知道巫女是谁。老钟，你知道是谁？你快说，是小厮，巫女就是小厮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小厮是咱们村唯一一个医师，这么多年一直尽心尽力帮我们村子。咱们村里谁没受过小厮的恩惠，谁没被小厮救过命？她怎么可能是巫女？是啊，小厮姑娘人那么好，上次我家娃发高烧，还是她连夜上山采药救回来的，她怎么可能是巫女？就是啊，这疫病来了之后，她天天没日没夜的救人，自己都累到好几次了，怎么可能是她带来的疫病？你们都被他骗了！今天就是他用邪术救了我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他手上冒绿光，那不是邪术是什么？钟大爷，既然小厮救了你，你凭什么说她是巫女？她要是想害你，何必救你？她就是有阴谋，她就是先给我们下毒，再假惺惺的救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信任她。不然为什么别人都治不好的疫病，就她能治好？要想让村子脱离疫病的灾难，要想保住你们的命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：烧死巫女，烧死这个带来灾祸的女人！烧死巫女，烧死小厮！贞观5年，楚地大疫，患病者生黑灵、树童，有伤人之象，不似天灾，似人祸。这场疫病来势汹汹，染病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是要找到根源在哪儿，不然根本止不住。你这个该死的巫女！杀了她！杀了她，为我们的家人报仇！各位乡亲，你们怎么都到这里来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这个害人精！你是巫女，就是你给我们村子下毒带来的疫病！我不是巫女，我没有给村子下毒，你们听我解释！你这个巫女还敢狡辩！今天你救我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，你手上冒绿光，那就是邪术，你就是巫女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下毒，说我是巫女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他竟然是蛇精！一直给我们看病的小厮，居然是个妖怪！现在你们信了，他救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，放下戒心。不然你们想想，这么严重的疫病，那么多医师都束手无策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医师，怎么可能治得好？除非这个疫病就是他下的！你这个贱女人！我们村里人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害我们！都住手！你们疯了吗？老四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不清楚吗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哦，看来你和这个巫女是一伙的。他们都是一伙的，都是
带来疫病的妖怪，烧死他们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！妖怪，烧死他们！都给我住手！你是谁？赶紧滚开！这是我们村子自己的事儿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管闲事。就是，天师说了，如果不烧死这个巫女，我们整个村子都得完蛋！你赶紧让开，不然连你一起烧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活活用火烧死，你们司神村难道就没有天理，没有律法吗？什么狗屁律法？我们村子的事儿，律法管不到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和我们讲律法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少在这里不连你打，少在这里多管闲事儿！我，大唐镇邪司主事袁天罡。袁天罡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不然小心祸临己身，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天下是大唐的天下，我奉唐皇之命镇守大唐疆土，斩妖除魔，又有何惧？这么说，袁小友是非要管这档子闲事，要和我作对到底了？是，又如何？你有没有事？袁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村子，救救村里的乡亲们！你放心吧。楚地有神女，司生灵之命数，渡邪魔之命劫，是为少司命。司命，你该醒了。袁小友，今夕是何年？如今已是贞观5年。贞观5年，原来我已经睡了这么久了。相柳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少司命大人，我们已经有1000年没有见过了，你还是这么的可口。项梁，你破风而出，来我云梦泽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吃了你，少司命大人。只要吞了你的神魂，我就能拥有你司掌生灵的力量。到时候，这整个云梦邹都是我相柳的。蛇精，那才是蛇精！快跑，快跑！蛇精吃人了！神女大人，少司命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啊！雕虫小技，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少司命大人不愧是掌管生灵的神腿，不过你再动一下法力试试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少司命大人，没想到吧？我的毒液散布在云梦林之中，只要你动用法力，就会被污染。少司命大人，你司掌世间生死命数，可曾想过，有一天，你自己的命数也会走到终点？向阳，找死！区一个卑微的凡人，也敢伤我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今日就先拿你开刀，将你碎尸万段！小凤，你先帮少司命疗伤，向良这里，我来挡住。好，大叔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少司命姐姐。大叔好厉害，砍掉他的头了！袁天罡，既然你一心寻死，就别怪本神不客气了。我就不信斩不断你的舌头！袁小友，这样是杀不死相柳的。少司命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相柳的头颅由阴铎死气所化，生生不息，凡铁俗剑根本伤不到他的本源，唯有以天地至纯的生命力凝聚成剑，才能彻底斩断他的不死之身，将其真正斩杀。少司命大人，你怕不是睡糊涂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云梦泽的生机早已被我毒杀殆尽，整片云梦林连一株火草都剩不下。如今整个楚地根本没有能凝聚出生命之剑的生机。今天我定要将你们3个全部吞入腹中，让你们神魂俱灭！袁小友，握紧你手中的长剑。司命大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如今云梦林的生机被相柳污染，我的根源被断，无法凝聚生命之力，只能靠你和你的剑了。秋兰溪泥鱼，罗生溪塘下，绿叶溪素华，芳菲菲兮习雨。夫人自有溪梅子，
缩合以息愁苦。袁小友，成与败，在此一举。你们这点可笑的生命之力能奈何我分毫吗？有没有用？试过才知道。袁天罡，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，让你的神魂永远泡在毒里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你破风出来杀了云梦泽几万百姓，这笔血债就得用你这9颗脑袋一笔一笔还。7个脑不落地，项羽你还不服输吗？袁天罡，这个仇老子必100倍奉还！我要踏平大唐！让你护的那些老百姓全给我陪葬！相柳，饶我楚地安宁，还想走？是你！大司命，你怎么来了？楚地遭山海界入侵，如今楚地神邸都已复苏，我这次是来接你的。袁小友，这位是管世间生灵生死的上古神孙，大司命。大唐镇邪司主事袁天罡，见过大司命。这次若不是袁小友出手，云梦泽早就没活人了。你杀了相柳，护住了云梦泽，功劳不小。但现在，云梦泽山海界的封印已经全松了，不光相柳跑出来了，无数凶手都涌到人间了。除了楚地，大唐好多地方都已经有凶手作乱。居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！我这次来，就是要请少司命和凤凰跟我一起回司命山，跟楚地的各位神仙一起商量封印的事，彻底把凶兽的祸根给除了。我也一起去，事关大唐的疆土安危，我袁天罡责无旁贷。这位是管天地云气的云中君，这位是管黄河水脉的河伯，这位是香水之神香夫人，这位是巫山神女瑶姬，皆是楚地古神。袁小友在云梦泽救了少司命，还镇住了相柳，这份大恩我们没齿难忘。要不是袁小友力挽狂澜，云梦泽早就成了凶兽的猎场，楚地也完了。各位上神太客气了，护着老百姓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。现在山海界的封印松动，不少凶兽趁此破风，再这样下去，楚地怕是永无宁日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云梦泽的裂缝还在变大，用不了多久，山海界的封印便要彻底粉碎了。各位，现如今只有大司命和少司命催动上古力宝生死盘才能解决此事。生死盘？我自诞生起便掌管楚地生命诞生，大哥则手持死盘，掌管生轮回九泉。这生死盘算得上是我们的本命法宝。原来如此，请大司命取出死盘，重新封印山海界。死盘早就被穷奇偷走了。
么？死盘被偷了？不可能！什么？死盘被偷了？什么时候被偷的？穷奇怎么可能突破司命山这么多禁制？穷奇是天帝少后的子孙，身上有正统的天地血脉，能管一部分天道权柄。他借着山海界裂缝、天道不稳的契机，破开前进司命山，偷走了死盘。穷奇本来就是山海四凶之一，现在还拿到死盘，他若是作乱，整个楚地怕是要遭殃了。死期管着生死法则，落在凶兽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各位上神，我有件事想不明白，想请教一下大司命。你有什么事？死盘是大司命的本命法宝，跟你的神魂性命绑在一起。如今死盘被偷走，你为何无视？一派胡言！一个区区凡人，竟然质疑上古神尊的身份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任天罡一介凡人，自然不敢质疑上古神尊身份，但倘若并非大司命本人，又该何无？你找死！尊乃楚地尊神，竟敢如此折辱于我！何伯、云中君，奉本君诏令，速速将这悖逆之徒拿下！大司命，言小有说的句句在理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大司命虽然实力强悍，但常与我们以老友相称。不是大司命，到底是谁？不愧是镇邪司武士，既然瞒不住你，那你们就都死在这儿吧！这就装不下去了，说，到底是谁？本尊乃天帝少傲之子穷奇。穷奇？既然真的是你，说，你把大司命怎么样了？他死了，现在你们也该死了。一群蠢货！真当我会没准备，就把你们叫过来议事？这神殿早就被我布下了数神禁制，你们的神力现在连30%也发挥不出来，太卑鄙了！卑鄙！等我把你们全杀了，掌控整个楚地，再踏平大唐。人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对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不对劲，这禁制之力绝非穷奇一人之力。大哥，楚地的神地全在这儿了。混沌，山海四凶之首的混沌。楚地的诸神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你说！硬拼肯定赢不了，我们先撤。想跑？给我追！杀了他们！我感觉到了，真正的大司命就在后山禁地的地牢里。走，去后山。我哥他就在里面。哥，你快醒醒呀！我好像听到小妹的声音。小妹，你
来这里？快走，这里是陷阱！哥，你怎么样？我马上给你疗伤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司命山是第一个被山海凶兽入侵的地方。混沌趁我弥补山海裂缝时趁机偷袭，将我打成重伤，囚禁在此。又让穷奇假扮成我，把你们召集过来，打算把楚地的神盾一网打尽，彻底掌控楚地，再拿楚地当跳板，入侵整个大唐。这群凶兽居然布了这么歹毒的局！楚神现在还在神殿里，这不就是羊入虎口吗？少司命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大司命救出去。只要你和大司命还活着，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。袁小友，拜托你了。袁小友，这次的救命之恩，我记下了。大司命太客气了，现在危机还没解除，还是先商量怎么破局要紧。这破局的关键，其实还在你身上。我？我就是个有点法力的凡人，这种事儿我恐怕不能胜任吧。袁小友，你可知山海凶兽最怕何物？请大司命解惑。山海凶兽主灾邪人祸，最怕鼎盛国运和山水之气。而你本就是大唐镇邪司主事，本就受到大唐国运的青睐，再加上你的剑曾被楚地生灵之力淬炼，你便是破局的唯一节点。原来是这样，只要能护住百姓，保住大唐的疆土，我袁天罡一定拼尽全力，绝不让凶手踏进人间半步。不过，袁小友可还有疑虑？大司命，这借用国运之事，还是要和陛下商量才是。放心吧，此事少司命会去办的。臣少司命，恳请陛下借大唐举国国运，助袁天罡斩妖邪，镇四方，护楚地百姓安哀。朕准了。传朕旨意。钦天剑立刻设天坛祭天祷告，以大唐取国国运，助袁天罡镇邪除魔。朕平生有3愿：一愿国运昌盛，2愿黎众安宁，3愿兵戈不起。今楚地凶兽横行，扰我大唐子民，朕令大唐国运，护我大唐子民前往楚地除魔。前往楚地除魔，并除魔。去吧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，连个地牢都看不住！传令下去，封锁整个司命山，掘地3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，把被禁制困住的那些神仙全给我抓起来！是时候跟他们清算了。
挡我者死！敢强犯我楚地山河者死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阶下囚，被我封在地牢里苟延残喘，居然还敢出来送死！哼，混沌，穷奇，昔日颛顼帝在时，你们个个夹着尾巴，犹如丧家之犬。如今颛顼帝魂归，又卷土重来，你们可真是令人作呕！大司命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屈服于人类、苟延残喘的叛神，也配说我们恶心？穷奇，该闭嘴的是你！你们侵我疆土，杀我子民，这笔账今天慢慢算。袁天罡，你3番5次坏我的好事，今天我非把你生吞活剥了不可！不可能！我堂堂天地后裔，山海四兄之一，怎么可能被你一个凡人逼到这个地步？哈哈哈哈！袁天罡，这死盘乃是楚地至宝，你的山水之力对他可不起作用。穷奇啊，穷奇！你是在山海界把脑子弄坏了。死盘是我的本命法宝，又怎么会听你的调遣？回来！老友，好久不见。还给我！把死盘还给我！我乃天地少昊之子，你们这些低等的蝼蚁贱民也敢和我动手？天道之下，凡神本无界。你荼毒生灵，背逆天道，纵是天地血脉加深，也难逃天地共诛。凡人，你的国运之力
我收下了。混沌，你休想动大叔一根毫毛！穷奇，找死！你们今天全都得死！山海四兄之首，果然名不虚响。这吞噬之力太恐怖了！再这么下去，我们的神力迟早会被他吞干净，到时候就全完了。各位，混沌无目无口，不吸天地灵气，自然没有内丹，全靠体内一颗妖丹撑着。我们只要击碎他的妖丹，危机……哦，原来如此。袁小友说的对，小妹，跟我一起出手。各位好友，借诸位神力一用。好。袁小友，接剑，除魔。不可能！你们休想伤我！混沌，你滥杀百姓，祸乱人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混沌，拿命来！区区凡人，竟敢伤我本源！我要将你撕碎，吞进你的神魂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大叔，这黑雾能吞噬神魂，切莫近身，我来挡住他。
混沌！你插翅难飞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滚开！你们想杀我，那大家就一起死！楚地10000生灵，全给我典韦！不好，还有自爆妖丹，结界撑不住太久，必须立刻阻止他！混沌，你敢以万民性命要挟，就不怕遭天道反噬，神魂俱灭吗？天道反噬！我们被天道封在山海界中，忍受无边无尽的孤独时，天道在哪儿？现在和我讲天道，完了！不，我的妖丹为什么不在我的掌控之中？为什么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袁小友，今天要不是你拆穿了穷奇的伪装，引来了大唐国运，楚地怕是早已生灵涂炭。这份恩情，我们永世不忘。袁小友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，护助百姓，真乃当世英雄。各位上神太客气了，这本来就是你我共同的责任。不好，山海界的裂缝变大了，要是不赶紧加固封印，用不了多久，无数凶兽就会从裂缝里涌出来，整个楚地乃至大唐都会陷入浩劫。封印已经快碎了，根本撑不了多久了。我有个办法，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。以大唐国运为基基，以凤凰神火为引，以楚地诸神的神力为锁，三者合在一起，打造一道永恒的封印大阵。不光能彻底愈合山海界的裂缝，还能永世镇压裂缝里的凶兽，让他们再也踏不进人间半步。袁小友这个办法绝对是万全之策，我们愿意全力帮忙，永世封印山海界裂缝。我们愿意全力帮忙，护住人间，永绝凶兽之患。
谢恩公救命之恩，多谢主神护佑。各位乡亲，都快起来吧！护着大家，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，不用行这么大的礼。袁小友，我们楚地诸神今天和你定下盟约，日后要是山海界再有异动，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唐，和你联手应对，护住人间太平，绝不让凶兽踏进大唐疆土半步。好，我袁天罡在此立誓，定和各位上神一起，护人间无虞，守黎民安康。袁小友，这枚玉佩能感知到山海界的异动，要是日后封印再有变故，你我可以靠这个互通音讯。多谢少司命，这次楚地之行，多谢各位上神帮忙，后会有期。袁小友保重，长安路途遥远，一路顺风。启禀陛下，臣幸不辱命，已经平定了楚地的凶兽之乱，重新封上了山海界的裂缝，楚地的老百姓安然无恙，大唐的疆土也没有半分闪失。袁爱卿辛苦了，楚地的百姓都还好吗？回陛下，楚地的百姓已经恢复了安居乐业的日子，再也没有凶兽作乱的麻烦。有一微凤，七倍朝阳，臣有子物，西引玄霜。兹长风以举汉，至天衢而远翔。西翼则烟氛闭塞，东飞则日月腾光。